大家好，我叫 Alex。其實喺我今日嘅片入面，我想分享我學中文嘅時候咧，我有點樣揾我啲單詞，同埋我有點樣積累我嘅詞彙。其實呢個方法有幫到我喺短時間內從 beginner 變成 intermediate 嘅程度。喺初步學中文個階段咧，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挑戰。因為我記得我已經睇咗一本 textbook，跟住嗰啲最基礎嘅嘢我都已經明嘅，例如話發音啊、音調啊、語法、廣東話嘅拼音系統等等。但係我仲有一種感覺，好似我開口咩都講唔到啦，咩都聽唔明啦，就係因為我好缺單詞。所以我有諗，我學德文嗰陣時咧，我有點樣解決呢個問題？睇書啊，唔得，我唔識睇中文字。我有睇 YouTube 上面嘅新聞報告或者紀錄片，又唔得，睇到書面語冇乜用。我有睇戲，又唔得，太長、太複雜，同埋太多詞語，我都唔知啲角色講乜咯。其實到而家我都仲覺得香港啲電影有啲難明，所以我嗰陣時有諗到嘅辦法係睇 vloggers， 因為佢哋講嘅嘢都係啲好實際上嘅口語啊嘛。嗰啲片嘅內容都係啲好日常生活嘅嘢，所以就算你冇明佢哋講啲乜嘢，你都可以大概 follow 嗰條片嘅故事或者話題。所以我又開始亂咁樣搜尋Hong Kong vlog、Cantonese language blog、Hong Kong YouTuber。結果我又揾到大 J 嘅其中一條片咯。嗰陣時我都冇知佢係邊個或者佢講乜嘢，我唔知點解，我以為佢係一個 rapper， 因為喺嗰條片入面佢揸個法拉利，我唔知。跟住我又 keep 住睇佢啲片咯。睇咗幾條片之後，YouTube 又推薦到啲香港嘅 YouTube 俾我，咩 Ashley 啊、明仔啊、Mary 啊，仲有邊個Asha，係咯。所以我又 keep 住睇。我感覺好似呢個時候係一個好大嘅轉折點，因為我終於有揾到一啲比較簡單嘅資料嘅輸入。雖然我仲聽唔明差唔多80%佢哋講嘅嘢，但係我起碼可以慢慢咁樣聽，可以估到一啲比較簡單嘅關鍵詞係咩意思。而且我發現咗好多 YouTube 上面嘅 vlogs 或者 YouTube 上面嘅 short movies，大學生拍嘅嗰種係有中文字幕嘅。所以呢啲係最有用嘅，因為我可以用一個掃描中文字嘅 app。所以睇嘅時候，我每一句話嘅每一個中文字都可以掃出嚟。跟住嗰啲新嘅單詞我都可以寫低。所以其實我完全明一句話之後，我先至會 play 翻嗰條片繼續睇。咁樣分析成條片，特別係 beginner 個階段嘅時候，需要好多時間，好多耐心。但係你做完之後，就會有好多新嘅單詞，一個 list 咁樣你可以背，同埋你睇翻嗰條片嘅時候，你可以全部都聽得明啊嘛。所以咧，我又 keep 住咁樣分析有中文字幕嘅片，同埋經常背單詞。我知每一個人背單詞嘅方法都會唔同，我自己中意嘅係好簡單 rote memorization。我會整一個 deck flashcards，全部我喺 YouTube 片入面聽過嘅新單詞，跟住成日 test 自己咯。我每次搭巴士啊、搭地鐵喺度等人嘅時候，我都會睇翻我啲 flashcards。同埋我發現咗我嗰陣時發現咗我幾中意入邊睇嘢入邊背單詞，所以我嗰陣時放鬆嘅時候睇 Netflix， 我就一路咁樣慢慢睇翻我啲 flashcards，咁樣就唔會咁悶啊嘛。
我咁樣做咗一段時間之後，我又睇翻大 J 同埋其他冇中文字幕嘅香港 YouTubers，跟住我發現咗我可以聽得明嘅內容已經多咗好多。呢個方法係好適合啲好似我冇咩耐心嘅人，你可以喺短時間內學得比較快。從一個 beginner，一個每一次有機會傾偈都表達唔到佢想表達嘅意思，變成一個真係有辦法流利咁樣溝通講嘢嘅人。但係當然你背咁多單詞，你一定好容易忘記佢哋，所以你唔可以淨係咁樣一個人讀書，你都要同一個時間一路 keep 住同人哋講嘢。因為其實我覺得你背過嘅單詞，你用過佢，就係傾偈嘅時候用過佢一兩次之後，你一定會記住佢。咁到此為止，差唔多。你可能可以睇得出我仲喺英國，暫時都返唔到香港，所以我諗住 keep 住拍片咯。如果有啲咩你特別想聽我講嘅話，你可以喺 comments 嗰度話俾我知，我都會睇。好，如果你鍾意呢條片嘅話，俾個 like 我或者訂閱，下次見。